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16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1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89.16，收盘价是200.45，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00.88，最低价是在188.86。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2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并且也站上了20日均线值。量，当日的成交量是1.208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48倍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继续上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2月1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的反弹中。那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一路向上，突破了各条均线值，并且也突破了前高196。那最后呢，收盘价也站上了200关口，收在了200.45这个位置。那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通常我们说出现这样的线型，然后股价又能够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那么前提是在反弹中。那这样的一根 K 线呢，它是一根宣布上涨的 K 线。那如果日后股价回档不跌破这根 K 线的中线，也就是在195附近，那么股价会继续这样的一个维持这样一个上行的走势。好，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那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一个是收盘在191，另外一个是收盘在196附近。那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183附近。实际在2月15日收盘价是在200.45，出现了继续反弹。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196，虽然说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但是走势和性质则基本相同。刚刚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这是一根宣布上涨的 K 线，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那对于2月1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上行，我们现在先来调整一下这个水平线我们说目前的股价收盘价已经站上了之前的第一个目标196，所以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呢先移开。对，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对于2月16日和之后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将是241。那在这之前呢，这个缺口包括上方的各条均线值都会成为压力。那由于这个区域呢比较宽泛，所以我们给出一个中间的目标，我们把它设在1月22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在218附近。对，我们给出一个中间目标，所以我们把这条水平线呢现在移动到这个位置。好，
那么股价我们说第一个目标是241，但是我们给出中间目标是218，因为这是股价出现横盘后的一个这一波下跌的一个起跌的 K 线，所以我们先暂时把它设立成第一个目标设立在这儿。好，那么然后是241，当然接下来就是265。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我们再来看下行，股价下行的目标呢，我们现在要增加一个位置，就是2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182附近，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好，那么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加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根 K 线啊，我们说这是一根宣布上涨的 K 线，它的收盘价站上了前高，瓦解了这个叫做空头趋势。这个空头趋势是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同时它也站上了前高，也就是195这个位置。那这样一来，就上方出现了头高，下方我们会看到有底高，也就是这根 K 线啊，它又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也就是建立了短期的多头趋势。所以股价如果出现回档或者说是下行，那它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要瓦解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那一定是要跌破182，也就是跌破前低。所以这个位置将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啊，我们说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189这个位置，它将是一个强支撑。当然，各条均线值也会是强支撑。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那第二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75，我们变换一下颜色，它成为了目前股价下行的第二个目标。好，那我们说跌破175呢，就是要继续维持这个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虽然我们说目前建立了一个短期多头趋势，但是股价从目前这个位置想要转为大的趋势的多头，是一定要站上265的。所以在股价上行的过程当中，在到达265之前啊，一旦出现回档或者反转向下，那么它的目标目前就是175。对，好，那当然我们会看到反弹的过程当中，这条趋势线，仍然是如果突破了缺口，站上了各条均线值，那么这条下行趋势线啊，仍然是日后股价遇到的一个强压力。好，那么这是我们对这个175这个位置的一个说明。好，那175被跌破呢，就是152，也就是要瓦解自2023年4月27日以来的这一波涨幅。对，好，这是我们说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分别是182、175和152。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在2月16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关注的位置啊是在192附近，是当日在2月15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的上限，但是我们没有预测到股价出现了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哈。那如果能够在这个盘中能够站上它呢，我们说股价将会生成一个实体长绿 K 线，这是我们也在前一期视频当中说过的。会突破200关口。好，这是前一日的观察线，我们对它的回顾。那到了2月16日，我们给的观察线，我们把它调整到195，195这个位置是这条实体长绿 K 线的中线。那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上涨呢，单日 K 线啊。
那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回档，我们认为收盘价只要不跌破这条中线195，那么股价将会继续维持这样一个强势的上行，对，或者叫强势的反弹。当然跌破了，如果说是跌破了195呢，那么我们说只要不跌破下方的182，将会继续维持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当然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189也是一个强支撑，所以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下行的，如果出现反转向下或者回档，下方的支撑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在2月16日盘中，我们要关注195，说股价如果在盘中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仍然会继续上行，或者至少会出现横盘的一个走势。对，好，那下方呢，我们还有一条观察线是180，这是我们在2月份当月一直要关注的位置。对，由于现在是月中，所以我们继续保留这条水平线。好，有点乱，我们先把它删除。但是我们每一期视频啊，我们都回顾一下这个位置。好，那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看到，目前这个股价要运行的区域了，下方是182，上方是218，对，这是目前股价运行的一个区域，将要运行的一个区域。对，好，这是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分别是在1月29日收盘价192，5%建仓，然后在2月9日收盘价194附近是10%加仓。成本是在193，然后我们在接下来交易日一直守的是180这个位置。那么到了2月15日，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收盘价不仅是重新站上了20日均线值，也站上了前高，也和之前的196，并且呢收盘价还站上了200关口，成交量增，所以这样的一个位置呢，对于多头，在技术上我们是要继续加仓的，也就是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是在201附近，我们继续做10%的加仓。那么这样的一个10%加仓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多头仓位将会达到25%，那么成本我们测算是在196附近。对，好，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到了2月16日，虽然对于相对于我们的目前的股价，相对于我们的成本价196呢是有盈利，但是呢空间并不大，我们继续给出止损的位置好，那止损的位置我们要守2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182。那日后股价我们说只要不跌破182，这个25%的多头仓位是可以继续持有的。对，好，当然要是有了利润停利呢，我们说是要守5日均线值，因为5日均线值啊，我们测算是在2月16日是在191到194之间，所以呢，和我们的成本位是在196，所以跌破这个位置呢，如果出场呢，我们是并没有盈利的，所以这个停利的位置我们先不给出，我们先给出止损位182。好，这是对这样一个多头仓位的描述。那如果之前没有建仓呢？那在2月15日收盘价200关口这个位置呢，201是可以5%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
那如果在这个位置是初次建仓5%的仓位，那么我们给出的止损位要守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在189附近。好，这是我们对多头仓位的描述。然后，当然我们说，如果我们之前啊，因为每一次加仓的位置啊都是建仓的一个位置，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在2月9日，我们当时的视讯也给出了，在这个位置可以5%进场抢反弹的。对，我们当时给的依然是守180，对，或者是守这个绿 K 的最低，如果我没忘记的话是178这个位置，对。那在这个地方有5%的建仓，那在这个地方就可以10%加仓。那如果是这样的，之前有这样的操作呢，那么我们对于这15%的仓位，我们也是要守182这根 K 线的最低。好，这是3个多头仓位吧，我们都做了描述。那日后的视讯当中，我们主要是跟踪这个在1月29日建仓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建议，我们会跟踪这个操作。对，其他的操作呢，我们就不再做具体的数据的记录只是来提示在哪个位置可以加仓，然后在哪个位置可以在哪个位置要守止损。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00关口。虽然目前股价是站上了200关口，但是一旦出现低开盘啊，200关口一定是空头要守的位置。所以在这个位置啊，如果因为它是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那在次日如果这个是一个低开盘，甚至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200关口依然是成为压力，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对。那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200关口，一直到上方的206这个缺口，然后上方还有一个218，这是空头要守的区域。那他们的目标现在目前就是182和175，实际上空头的最终的目标目前是175，因为跌破这个位置将会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2月1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上方的这个缺口，是从201到207。第二个压力位是218，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41。然后下方的支撑我们要依次来描述一下。第一个支撑啊，是从这根 K 线的最低189，这是强支撑，一直到上方的194，这个区域是第一个支撑。那在这个区域啊，就是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各条均线值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依次描述一下。5日均线值是在191到194之间，然后10日均线值是从189到191之间，然后20日均线值是从191到192之间，然后还有前低189，所以从这样看来，这个位置的支撑啊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认为股价一旦出现回档呢，这个我们标的观察线的这个位置啊，它应该是能够成为一个支撑。对，好，这是第一个支撑，第二个支撑就是182，第三个支撑是175。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2月1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今天给出的2个预测啊，都会给出2个点位。我们先来看看上行。对，如果股价继续上行，那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或者是一个
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99，上方最高会到达205，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202附近。那如果股价在盘中能够到达210，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08附近。对，那出现这样的上涨，继续上涨，它们共同的条件就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9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涨。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00。下方最低会到达193，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195附近。对，但是如果股价下行，如果到达了192这个位置，甚至更低，那么我们认为当日的收盘价会收在193附近。对，那么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0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那么我们来说一下，在这个回档的走势当中，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是比较接近的，一个是193，一个是195。对，虽然是很接近，但是这2个点位啊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因为如果要是收盘价在193呢，也就重新跌破了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对，那么对，很有可能呢，就是说跌破这个位置呢，然后股价会很有可能后续会有更深度的回档。对，那195呢，如果收在这个位置呢，那么股价会继续维持在这各条均线值的上方。所以说2个点位虽然相差较近，但是它们的性质不同，当然对日后股价走势也会有比较深的影响。对，所以呢，回档我们给出的是195和193两个比较接近的点位。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1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